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們影片，記得先點擊下方訂閱按鈕，再打開旁邊小鈴鐺，這樣每次有新影片，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也幫我按個讚，讓 YouTube 知道你喜歡這種類型的內容。謝謝大家，我們現在正式開始。好，我們馬上來聊一個你肯定很有感的經驗：開了一整天的線上會議，明明人就只是坐在電腦前面。為什麼結束的時候那個疲憊感好像比你真的出門跑客戶開實體會議還要嚴重？這個問題表面上看起來是心理作用，但它的答案其實就藏在我們大腦最深層的運作機制裡頭。今天我們就要用神經科學的角度來把它徹底拆解清楚。待會的內容我們會像偵探辦案一樣，一步一步揭開真相。首先，我們會先看看過去的神經科學研究到底存在一個多大的盲點。接着，我們會深入去挖，為什麼一張真實的人臉、一次真實的眼神接觸，對我們的大腦來說是任何科技都無法取代的訊號。再來，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我們會揭露一個超驚人的發現。原來，當我們跟別人意見一致或意見不合的時候，我們的大腦竟然會切換到兩種完全不同的運作模式。跟着這個脈絡走，你就能徹底搞懂為什麼視訊會議會讓你這麼累。好，我們直接潛入問題的核心。首先，我們得先接受一個基本設定：人類是超級社會化的動物。我們一天醒着的時間，絕大部分都是在跟其他人互動。但你想想看，這就產生了一個超大的矛盾。過去幾十年，所有研究大腦的主流技術，像是功能性磁振造影，也就是 fMRI， 一次卻只能把一顆大腦關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裡去研究。這是不是很奇怪？我們明明是群居動物，卻一直用研究獨居動物的方式在研究自己。你知道嗎？傳統上那叫做 fMRI 的工具，要求受試者必須自己一個人，全身都不能動，然後直挺挺地躺在一個巨大的管子裡。這就好比你想要了解一場精彩的籃球賽，但你不是去看比賽本身，而是把其中一個球員單獨叫到一個超安靜的房間裡面去訪談。你當然可以問到一些數據，像是他跑了多遠，跳了多高，但你絕對不可能理解整場比賽的戰術布局，更不可能感受到球員之間那種即時的、充滿火花的化學反應。這就代表我們過去一直在用一個錯誤的工具去研究一個本質上是互動的行為，這就導致了一個非常吊詭的狀況。一個我們每天都在做、再也平凡不過的行為，就是跟朋友面對面聊天。在那個當下，我們的大腦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這個問題在不久之前竟然還是一個科學上的巨大黑洞，一片未知的領域。那科學家們是怎麼跨過這道鴻溝的呢？好，接下來我們故事裡的英雄要登場了。這個英雄他不是某個天才科學家，而是一項新的技術，是他終於讓研究人員可以同時看見兩顆正在即時互動的大腦。這項技術的名稱叫做 fNIRS。中文是功能性近紅外光光譜儀，它的目標跟傳統的 fMRI 完全一樣，都是要找出大腦裡正在工作的熱點。你可以這樣想象，大腦的某個區域在努力工作的時候，它就需要更多的氧氣，就像我們運動的時候肌肉會充血一樣。fNIRS 就是透過測量血液中含氧量的變化，來反推出大腦的活動區域。它的運作方式其實很巧妙，你可以想象，受試者戴上一頂很特別的帽子，帽子上有發射器，會發出近紅外光，這種光線可以安全地穿透我們的頭骨。接着，帽子上的偵測器就會去測量有多少光被吸收掉了。因為正在活躍的大腦區域會消耗掉更多帶有氧氣的血液，而這種血液對光的吸收率會改變。科學家就是根據這個原理來看見大腦活動的。最關鍵的一點是，這項技術終於讓受試者可以好好的坐着，面對面自然的交談。這項通往真實互動研究的大門總算被打開了。雖然它的影像精細度可能不如傳統的 fMRI， 但為了捕捉到互動那個關鍵的瞬間，這個取捨絕對值得。
接下來我們進入下一個關鍵點。有了這個新工具之後，科學家們得到的第一個重大發現，就跟我們最基本、最核心的社交刺激有關，也就是人臉。在一個非常經典的實驗裡，研究人員就比較了大腦在看到3種不同臉孔的時候，反應有什麼不一樣。結果真的非常驚人。數據顯示，我們大腦裡有一個叫做右側緣上回的特定區域，它的反應簡直是天壤之別。讓我幫你描述一下那個畫面。當這個區域看到熒幕上視訊裡的人臉或是機器人的臉時，它的活動強度大概就像一朵小小的火花。但是當他看到一個活生生的真實的人臉時，那個活動強度瞬間就變成了一場燎原大火，是爆炸性的增長。這就說明我們的大腦天生就內建了分辨真實與虛擬的機制。耶魯大學的 Joy Hart 教授為這個發現下了一個非常精準的注解。他說：“你騙不了人類的大腦。”這句話的核心意義在於，我們的大腦天生就有一套內建的程式，這套程式會自動辨識，並且優先處理那些真實存在於現場的活人。不管現在的科技多進步，不管虛擬影像做得多逼真，在我們大腦最深層的回路裡，它永遠都無法取代一個真實的存在。好，那研究當然沒有停在這裡，科學家們接着就問了一個更深入的問題：如果只是看到一張臉，大腦就有這麼大的反應，那更進一步的社交行為，像是直接的眼神接觸，又會發生什麼事呢？結果這裡又出現了一個顛覆性的發現。過去我們可能都以為眼神交匯大概就是看到臉這個動作的加強版而已，但研究證明我們都想錯了。當你和另一個人眼神對上的那個瞬間，你的大腦啟動的是一套完全獨立的神經系統，它不是升級，而是切換到另一個程式。這個被啟動的系統叫做背側流，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你大腦裡的注意力總監。過去我們以為它只是用來判斷物體位置和運動的，但新的研究發現，它在社交中扮演了超級關鍵的角色。這代表什麼？這代表眼神接觸從來就不是一個被動的看見，而是一個主動的社交行動。它就像在你大腦裡按下了某個開關，告訴整個系統說：注意，前方有重要的雙向交流正在發生，所有資源優先處理。同樣的道理也完全適用在對話上。研究發現，我們大腦裡負責處理語言的區域，在聽錄音的時候，就像是在標準模式下運作。但是，當你進入一場即時的、有來有往的真實對話時，這個區域的活躍程度會顯著的增強。為什麼？因為你的大腦非常清楚，這不是單向的資訊輸入，這是一場需要你去預測、去回應，並且跟對方共同創造的雙人舞。好了，這就引發了另一個更深層的思考，也是整個研究的最高潮。如果我們把前面提到的所有元素，真實的人臉、直接的眼神接觸、即時的對話，全部都結合在一起，然後去探討大腦如何處理合作與衝突，也就是在同意與反對這兩種狀態下，我們會看到什麼樣的景象？我跟你說，結果完全出乎所有科學家的預料。當我們跟別人合作達成共識的時候，大腦會啟動前額葉的那些高階執行功能網絡，這很合理，就像是公司的 CEO 在做決策一樣。但是，當我們跟別人意見不合，產生衝突的時候，大腦並不是讓這個 CEO 繼續加班而已，而是唰一聲把整個指揮權交給了一套完全不同，甚至可以說是相互隔絕的運作系統。這就像是電腦不只是多開了程式，而是直接重開機，進入了另一個作業系統。關鍵就在這裡，這推翻了我們過去一直以為大腦只有一套社交程式的舊觀念。事實上，我們的大腦至少有2套劇本，一套是用來建立連結的，而另一套是用來建立壁壘的。這也完美解釋了為什麼有時候你跟意見不合的人溝通會感覺那麼心累。那真的不只是心理作用，而是因為你的大腦真的切換到了一個耗能更高，而且更偏向防禦姿態的對抗操作系統。好了，
講到這裡，我們已經掌握了好幾個關鍵的神經科學發現。現在，我們要把這些點全部串起來，回到我們最初的那個問題。這些聽起來好像很深奧的研究，到底跟我們的日常生活有什麼關係？首先，它徹底揭開了視訊疲勞的謎底。在視訊會議裡，我們的大腦接受到的是破碎的、稀疏的數位訊號，我們失去了真實的眼神接觸，也失去了那些細微的身體語言。為了要去腦補這些遺失的資訊，我們的大腦被迫要超頻運轉，這就是疲勞的真正根源。其次，這也為我們理解像是自閉症這類的社交挑戰提供了全新的生物學視角。最後，它也給 AI 領域指了一個非常明確的方向：一個真正有用的社交機器人，不能只會講話，它必須要能夠觸發我們大腦深處那套專門為了真實互動而生的神經回路才行。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雙人神經科學用非常扎實的證據告訴我們一件事：我們的大腦不是為了孤立而生的，而是為了互動而被設計出來的。真實的在場、直接的眼神、即時的對話，這些東西都不是可有無無的奢侈品，它們是啟動我們大腦最高效社交模式的鑰匙。理解了這一點，就引出了一個我們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必須去面對的問題。在這個越來越數位化的世界，當我們用熒幕大量的取代了面對面的交流，我們長期下來會不會正在迫使我們的大腦處於一種效率更低，而且更加耗能的運作狀態？這背後的代價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深思。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